依然妈妈，好。其实，我们镇上的很多干部都是年轻人，而且好多都不是本地人，每家都有自己的具体困难。你看，你刚才还问我，我也是当妈的，对吧？咱们都有孩子，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咱们这些当妈的呀，要尊重孩子的选择，对吧？哟，回来啦！我们刚忙完，书记去沟里了。今天县环保来督查。好，依然，工作要干好，妈妈也要照顾好啊。妈，不是你来这干嘛呀你？回去！阿姨，回去！这个没有。妈，阿姨，我没事儿。依然，走，没吃饭的对不对？来，我们食堂尝尝。我不吃，我们食堂饭可好吃了。我今天呀，给你安排个小灶。我这真的不吃，尝尝我们食堂的伙食。真的不吃啊！依然妈妈，孩子大了，咱们该放手的就得放手。你能走慢点不能啊？你慢点，你别走。哎，我工作上事儿你能不能不要管？你是我生的，我当然要管了。我是你生的，但工作上的事儿跟你没有关系啊。哎，怎么没关系了？你站住！你给我站住！我现在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好。我跟你讲，我跟我爸不一样，我不会像我爸一样一辈子听你的话。你爸要是听我的话，他就不会是现在他就不应该听你的话。我现在在想，如果我爸当初没有听你的话，他会不会就不会出事儿？你这什么话呀？你不知道什么叫人各有命吗？是人各有命。妈，从现在开始，不管你满意不满意，我的命我自己管，跟你没有关系。什么没关系？你给我站住！你说清楚了。我生的你怎么没关系啊？啊，你什么事儿我都得管，怎么可能不管呢？我把我最喜欢的工作放弃了，我拼命工作，拼命赚钱，就是为了给我妈看病。我觉得我把我最好的东西都给她了，至少我尽力了。她好像怎么都不满意。我不知道我这么说对不对，但是你说我爸当时要是没那么拼命的赚钱，当时不是为了多赚点钱让我妈满意，没那么没白天没黑夜的开车，他是不是就不会出车祸了？别哭了，这不是你的错。这样，你先不见，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我去帮你解决，好不好？别哭。一张薄薄的宣纸，历经上百道工序啊，承载着千年的文化底蕴。我们中国的文化自信从哪儿来？就是从祖先留下的这些宝贵遗产中来呀。要珍惜这些宝贵遗产，就是不能简单的叫它摆在供桌上供着，而是要想办法让它融入到时代发展，进一步融汇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来。今天啊，各位领导都在，我呢提3点要求：做产业要有挥毫泼墨的胆识，要大胆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积极开展研学游、非遗游等活动，推出更多的文创产品和业态，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展现新魅力，绽放新光彩。搞创新呢，要有揭表修复的耐心，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研发新宣纸、新工艺、新文创，要下足绣花的功夫啊！铆定了正确的方向，就要有久久为功的思想准备，一直干下去，干到底。
第3点，谋发展要有装裱立轴的全局观，文房四宝不分家，不能就宣纸谈宣纸，而是要打通纸墨笔砚的全产业链，与宣笔、徽墨、设砚形成互联互通、共谋发展、相互成就的全局发展观。省委非常关心宣纸文化保护和产业发展，上级希望我们积极作为。陈书记啊，董书记，我建议你们跳出局部思维，思路要更开阔一些，胆子要再大一些，以全局视野谋划产业创新。省委和我们市委会给你们支持，做好你们的后盾。好，秦副市长您放心。我们呢一定会尽快的落实这个事情，请您放心。好，来，请。我觉得领导们说的对啊！你看这2年我们在宣纸产业工作方面确实保守了，产业发展有变化是正常的经济规律啊。但是我们不能消极的等待，我们应该积极的有所作为，对吧？是得拿出一些积极的举措出来了啊！哎，前2年我们办的这个宣纸文化节不是很好吗？可以接着办呀。要知道这个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呀。关键问题啊，就是现在台好大，戏难唱。以前我们搞过宣纸文化节，为什么不搞了？场面轰轰烈烈，实际效果有限呀。这2年我们好不容易开拓出了万年红对联和宣纸壁纸市场，产业上也见了些起色，大家的想法都是守住家业，稳步发展。没意义的事情大家都不想搞。怎么没有意义？没有意义说明我们没搞好，没搞好我们就要总结经验。廖主任，现在是什么时代了？我们要利用好现在的自媒体时代，让更多的人知道、了解、喜欢我们宣纸。所以啊，我个人认为，这个工作要做，还得尽快办。接下来这就是我们工作的重点。这样，廖主任，这个项目就交给你们经发办，尽快的落实，好吧？唐书记，我说不能搞啊，不是瞎讲。我跟很多产业上的人谈过心，我讲的是民意啊。你要是硬性摊牌给我，搞不好会闹出事情来。所以才让你搞好吗？努力的搞好啊！不是什么事情努力就能搞好的，搞不好那就是自讨苦吃，贻小大方，自取其辱。廖主任，好多事情呢，你把困难想到前面是好事儿，但是不能总是这么临事而聚，你还要记住，好谋而成啊。就这样，这个事儿啊，马上办。你们尽快的给我拿出一份可行性报告，明天我就要。报告可以写，但可行不可行，还得结合实际情况。我要的是可行性报告。不可行报告。办文化节是好事啊，为什么要写不可行报告呢？谁告诉你是好事情？凡事要顺势而为，顺时而为。春节大家都想过，你见过清明过春节的吗？廖主任，你这么打比方不对啊！省领导刚来做调研，充分表达了对宣纸产业发展的支持与肯定，而且现在办这个宣纸文化节的正是时候。刚刚宣传部的直播我们也看了，对吧？省领导说要办文化节了吗？哪句话说的？在哪儿说的？什么时候说的？不要拉大旗扯虎皮！我跟你说，林依然，年纪轻轻的要诚实，要脚踏实地，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是，那办文化节怎么就不脚踏实地，怎么就不从实际出发了呢？办这种大型活动，我是非常有经验的，一定要谨慎、谨慎再谨慎。表面上看热热闹闹的，到最后没有一点点实际收益，没有一点点经济效益，你可怎么办呀？
那就想办法让文化节给大家带来收益就好了。事情要都像你想的这么简单，我们的文化节为什么停办了这么多年？我们都是吃喝等死的笨蛋，就你聪明啊？没有，所以才把报告写好，这做才有成功的希望，这不做连希望都没了。哎呦，别生气，廖主任，你别生气。关键是，我们也没写过什么不可行报告，不可行就不搞呗，还写报告干什么？这是领导要求，这个理由够不够充分？我只是觉得领导不可能说让写不可行报告。什么叫你不相信？我不是你领导吗？我说的不够清楚吗？您是我领导，您也说得很清楚，只是我觉得他不应该。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就按我说的写。他讲理吗他？哦，写完了。你这看着像一夜没睡似的。打了个盹儿。不可行性报告，你就把不可行的原因列出来不就行了？有那么麻烦吗？但是吧，我这越写越觉得可行了，而且非常可行。我看。你写的是可行性报告。哎，廖主任现在在哪儿呢？后山陪环保局验收整改效果。你不会是想……哎，出事跟你没关系啊，我担着。姐姐，我求你了，算了，你要是这么搞，咱们就没安生日子过了。我早习惯了，他该骂就骂吧，这工作不能不做呀，对吧？我还有事儿，你自求多福吧。哎，喂，哎，主任，那个报告发您了。哎，我正忙着呢，回去再说。哎，那个葛主任已经在催了，说彭书记等着看呢。我老花眼，看不清手机上的字，你又不是不知道。哦，那我就跟葛主任说一声，就说等你回来了再给彭书记看。林依然，你是成心找我麻烦是不是啊？啊？是我说的写的吧？那送过去吧，啊。哎。廖主任来了，来，我们给廖主任鼓掌。哎呀，你看看啊，我们的老同志就是老同志啊，有格局。这个个人成见归个人成见，一旦落实到工作上，就全力以赴。廖主任，这种精神就很好啊，值得表扬。这一点呢，我也是深有感触啊。廖主任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那都是有很多优点的，也值得我们大家努力去学习。这个话不论对错，他是一定要讲的啊，讲出来大家一块讨论嘛。就算这个话有点什么问题，那也不要紧，因为毕竟到最后落实的时候，一定是要朝着正确的方向去努力做的，是吧？没错，是的，说的。行，那我们就进入正题啊。好。今天这个把廖主任和林依然请来参会呢，是想请他们一起参与一下我们下一步具体怎么执行落地。首先，我觉得他们把这个宣纸文化节改成了文房四宝节，这个创意非常好啊。我还专门汇报了我们县委的陈书记，和宣传部的部长，他们又汇报了上级领导。现在所有的领导对我们这个创意都表示肯定和支持。秦副市长指示，这个呢就由我们宣纸之乡桃花镇来主办，县上给予我们充分的支持和保障。这个安保接待消防是吧？所有的一切全力以赴，
为我们的文房四宝节保驾护航。行了，书记，文房四宝节这是怎么回事啊？我觉得宣纸文化节可行，文房四宝节就更……胆大妄为！廖主任，请注意你的言行。你现在列席的是党委扩大会议。不好意思，彭书记啊，你听我讲啊，我已经明确表过态，反对办宣纸文化节。文房四宝节那就更离谱了呀！这是我们一个小小的桃花镇能办得了的吗？简直开玩笑！廖主任，我再提醒你一句，我们党委班子已经讨论通过了，我们现在讨论的是如何的执行落地。我拒绝执行。廖主任，你个人有什么想法，你可以保留。不好意思，现在请你离开会场。哎，廖主任，廖主任，廖主任，我承认不该瞒着你做这件事情，我向您道歉。大可不必，就一个1万多人口的小镇，你们有什么资格搞文房四宝文化节？等你们搞砸了，伤了很多企业家心，你就当着给他们道歉。我觉得我们能把这个大会办好。不是我们，是你们。既然你这么坚定，我随时准备为你们的巨大成果喝彩。廖主任，异想天开。廖主任，依然，彭书记，没事儿，吃饭。没事儿，吃饭。廖主任不在。他刚刚接了个电话出去了。哎呦，告诉你个好消息，你现在是咱们经发办的代主任了。刚开完党委会，这2天就正式任命了。我啊，他们还给廖主任安排了个新职位，哦，叫文旅代言人。他们说给你腾位置呢。廖主任，廖主任，刚刚桃子都跟我说了，这不是我想要的结果，我觉得这对你不公平。别演了，我去找彭书记。依然，演戏还演全套，我真是小看你们这些年轻人了。主任，依然他不是那样的人。依然。彭书记，我觉得这样不公平，对廖主任不公平。那把他提升成副镇长，你觉得公平吗？小李，镇上的人事安排是儿戏啊，组织上安排的是工作，考虑问题的角度也是工作。你觉得不公平，那你替镇上安排？你是不是听到什么闲话了？他们说，把廖主任调走是为了给我腾位置。给你腾位置怎么了啊？给你腾位置，是为了让你把文房四宝节办好，是为了让你把经发办的工作干好。要是你干不好，一样让你给人腾位置。组织上的安排没有问题，但针对于我个人情感，我不接受。
个人情感我完全可以理解。当然了，如果是你不服从组织安排，写份报告，我马上可以停止调动程序。不过廖主任的去留，不是你该关心的问题。我告诉你，林依然，就凭你今天在我办公室对我说这些话，廖主任对你们的教育就有问题，他就是失职。行了，回去吧，好好反省一下你的问题。我还有事儿。不用了。回来，去，把廖主任给我叫来。彭书记现在就在气头上，你要是进去，只会顶得廖主任下不来台，你知道吗？林依然，你听我说，你这样不会解决问题，你只会激化矛盾，你知道吗？我把这2个小姑娘交给你，你是怎么带的？啊？天天拦着护着，你是要把她们培养成娇生惯养的大小姐啊？廖主任，队伍你是怎么带的？你带得好队伍吗？年轻人。有机会、有条件，你就得让他们去冲，要培养他们这个肩上扛担子的能力。跌倒了怕什么呀？跌倒了爬起来，再跌倒再爬起来。这要流血。这个节骨眼上，彭书记他不会放你走的，不服气就跟我了。泡杯茶，看书，天天跟人讲历史故事。你说我们桃花镇能发展吗？你带得好队伍不？彭书记，我很愿意做文航自保的工作，再苦再累我都没有二话，但是我就是不能做经发办代主任的位置。如果不行，这是我的辞职报告。你们都站这儿干什么？手头工作都忙完了。主任，还不去快工作？回去。主任，主任，我记得你们2个是要请我吃饭来的。我说过，我也说过，我说请您好多次，您都讲原则，不让我请。那我今天就破个例，咱们就路边摊。主任，主任，还有这个。好。还挺香。这家串烤的可好了，我1/4的工资都给他们家了。哎呀，多久没有吃串了？上次吃，肯定是在结婚之前。你们不喜欢吃啊？我最喜欢吃的就是烧烤了。可是啊，我的老婆、我的孩子不喜欢吃，我就没再吃了。在单位啊，我也从来不吃鸡。我总觉得吃人家嘴短，再有什么事儿就拉不下脸说话。你们也吃啊？吃。
您自己喝呀，我们敬您。我祝您身体健康，永远快乐。廖老师，我不太会说话，但是我真的想谢谢您，谢谢您一直像父亲一样护着我。我就喜欢你叫我廖老师。说实话，我当老师啊，比当干部干得好。林然，我祝愿你在经发办戴主任的岗位上不辱使命，干出好成绩，为我们桃花镇的百姓造福。廖主任，我不知道我不要说了，彭书记是对的，你有能力，想干事儿，就应该给你更大的空间，让你更有做。在我的眼里啊，你们两个就像我的女儿一样，我不想让你们犯我犯的错，不想让你们像我一样难受。不说这些了，往后的日子啊，得你们自己走，好好干，别学我。主任，您别这么说，我觉得你是咱们全桃花镇最有学问的人。对，桃子说的没错，您是桃花镇宣纸理论家唯一一个人。你们不要哄我了，我有几斤几两，我自己心里最清楚啊。真的要把重担压在我的身上，我干不出个样子来。在单位，这个喊我廖主任，那个喊我廖老师，背地里没人瞧得起我。在家里，我老婆嫌我没有出息。我就是这个命，就这点本事。人到了这个岁数啊，就得认命。主任，您别灰心丧气的。文旅代言人怎么了？我觉得文旅代言人特别好，能把咱们桃花镇宣传出去，多有意义的事儿啊！以后咱们三个就是一个战壕的战友了，咱们一起携手共进，创造新的辉煌。没错，我们不认命，无论我们在哪儿工作，都要把工作干得漂亮，赢得所有人的尊重。这个话我爱听。做好咱们自己的工作，为桃花镇的未来干杯！干杯！不管我们现在再怎么加班加点，再怎么倒班，就算24小时不停工，都不可能完成你安排的任务。现在直播间的订单量它就是大。这样吧，你把数据统计给我，能做出来多少？我协调集团其他工厂来参与文创生产。啊，好，我也是这个意思。我马上统计好数据报给你。这个呢是我们金陵12钗系列的第12款，也是我们的最终款。呼呼，呼呼啊，是12个姐妹当中最懒惰的。它是我们金陵12钗系列的限量款，全球啊只发售1000个。大家听的没错啊，我看见还有不了解情况的粉丝在问啊，从哪里能买得到呼呼呢？那么我再说一遍啊，在哪里都是买不到的，还有很多已经买到限量款的家人们，都是靠市价是99元。今天在咱们直播间有打包福利，10只盲盒的打包价是799元，799元，这是我们直播间的返场福利啊！错过这个时间啊，我们就全部的恢复原价了。听好了啊，我们的我刚从财务那边过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别卖关子了，说吧。咱们现在的销售额已经覆盖了所有成本，已经开始盈利了。准备好了没有？来，准备。优秀。3、2、1，上链接。来，小星，你也举起来。说两句正经的啊，真的非常非常感谢二位，由心底的认为两位是我的恩人。你这话说的是对的，要没有我跟辛总啊，你现在啊，都回家捞纸去呢啊！哎，那话怎么讲？啥也不是，啥也不是。夸你两句还喘上了，夸干杯两句啊！干杯！感谢辛总啊！嗯。轩辕叔叔，哎，我想去你那儿看看你设计的东西。我爸说你设计的潮玩可好了，随便哪一个都值5000块钱。啊？对吧，爸爸？值5000块钱。也没有都那么贵吧？我记得你那个手办，好像就99吧？啊？没有呀，10个打包价799啊。哎，这个价格是合理的。卖的太便宜了，至少2000。你们在说什么呢？哦，小新喜欢直接去公司拿呀。不，小新，我带你去啊。啊不，那不行，那怎么能随便拿呢？那再怎么说也是你轩辕叔辛辛苦苦设计出来的，是吧？啊，轩辕啊，2000值，2000值啊，2000值。哎，你赶紧带着小星去看看你的潮玩。行吧，来，小星，轩辕叔叔带你去啊。轩辕叔叔带你好好亲自讲解啊！这个时候就得让他去我就不管你爸要这个讲解费了啊！给，年轻人创业那就得付出劳动了，就得给钱。走啊，小星。这孩子太闹腾了，没吃好饭吧？啊，没有，吃好了。哦，那我们找个清静点的地方聊聊天。太晚了，我熬不动了。时间还早着呢。那远吗？不远，就在那边，就聊聊天。好吧。上回跟小星聊天，他说他长大了想当一只非洲大昆虫。现在这个孩子呀，这个思维跳跃的太快，今天说当什么大昆虫，明天就又变了。想一个这出，你别往心里去啊。挺可爱的。但肖总啊，今天吃饭的时候你也听到了，小新他说了不喜欢你穿得太夸张，说明小新啊不希望成为焦点。心总啊，怕你笑话了，心总。行了，当着孩子面我没好意思说。其实我穿成就他说的那样，戴着大链子那种，都是故意的。小星有几所学校，我是怕班同学欺负他，尤其是你们同学。你也是不容易。辛总，我们家的情况你也应该清楚。小星挺可怜的，从小就没有了妈妈。我呢，平时工作又忙，对她照顾少，再加上我的教育方式确实是有问题，所以她不愿意搭理我很正常。我还是恳请你，如果有时间的话，帮帮我，就算替我好好照顾照顾她，多陪陪她，哪怕……你别这么说，其实我跟小新待在一起，我收获了很多快乐。我挺喜欢他的。雨晴，刚才轩辕提起来注册专利的事情，你抓紧时间帮他处理。咱们公司注册专利都是发到集团总部去搞的，那边更方便。行，那就尽快发过去，这些事情就不要再让他分心了。好。欣姐，怎么看起来有点不太高兴的样子？啊，没有，我就是觉得小星那个孩子很可爱。
真是想孩子了？妈妈，你回来了。怎么着也应该把孩子带上啊！你可是他妈妈呀。没办法，法院已经判给他爸爸了。我会常回来看他的。梁姐，你照顾墩墩那么多年，你把他当自己孩子，你帮我照顾好他啊！我知道，您放心吧啊！谢谢。忙完了，那你赶紧去小岭啊，尽量把事情一次性都解决了，后面没什么时间了，我还得去开文房四宝文化节的启动会呢啊！哎，过来，干什么啊？我今天看群里说，彭书记把咱们经发办设置成了文房四宝文化节筹备会的执行组啊。那个执行组目前就咱俩，我组长，你副组长。那个彭书记是领导小组的组长，罗副镇长是副组长。等会儿，咱都是官儿，谁干活啊？都干活啊。当然了，彭书记呢还要管着镇上的正常运转，主要还是罗副镇长带着咱们看。哎，今天呢，我们在座的诸位同志都必须非常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完成这项任务，不仅仅关乎着我们整个桃花镇宣纸产业的下一步发展，更关乎着我们整个桃花镇今后的长远发展，来不了半点懈怠，容不得丝毫马虎。林主任，怎么坐那儿了？这儿都给你留好位置了，快过来！快来！你是彭书记钦点的执行组组长啊，你肩上的担子最重，面对着考验也是最大的。我得让你坐我身边，我怕你临阵脱逃啊！你这要是跑了，我们这么多人，我们全完了啊！那具体的人员安排，一会儿让林主任细讲。这一次各部门一定要明确到人。待会儿把具体的人员名单和联系方式全部汇总到林主任这里。那么一切的一切都要听林主任的统一指挥，没问题吧？没问题。罗副镇长，他这个组长就是个虚职，您是具体负责人，大家还是要听你的指挥。出了问题，林依然也应该跟你反映，由你来处理。老廖啊，你要敢于把权力下放给年轻人嘛，你要相信他们的能力。你们看啊，现在安保、消防，包括紧急救护，县里头已经专门成立了一个指挥部进行安排，还专门成立了一个接待办，就是来负责全国各地的迎来送往。那么诸位呀，我们还剩下什么了？不就是宣纸大市场这一块，把摊位和相关的事宜组织好吗？林主任，你来给说两句。我只希望大家能够齐心协力，把这次的文房四宝文化节给办好，推动咱们桃花镇宣纸产业的发展。
之前廖主任呢一直都是反对文房四宝文化节的，我特别理解他的担忧，因为之前宣纸文化节都是雷声大雨点小，对于咱们业内而言就算是自娱自乐。如果这次跟之前一样的话，我认为就是失败，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所以在这次的报告中，我强调了2个字：破圈，扩大我们的圈层。 从业内到业外，从文房四宝的制造者、销售者、使用者，到年轻人中的各种圈层，吸引各圈层的流量。所以这届文房四宝文化节将首次开放性融合科技互联网和数字服务等多个新业态，相应配套打造多个应用场景。这次的口号是：桃花镇文房四宝文化节，新文化人的共同节日。 廖主任，你们慢慢吃，我吃完了啊。我这个文旅代言人啊，在桃花镇呀，也是前无人啊。我到现在都不知道自己是干嘛的。那您就理解错了，很多地方都有文旅代言人，特别是这个文旅做得好的地方，这个文旅代言人呐，就相当于明星。 一张薄薄的宣纸，承载千年的底蕴，祖辈传承着记忆，一脉经传一承袭。淡淡墨香飘江南，千年古镇又灵气。那人那方那工艺，留下多少传奇？ 这山水灵气，有多少故事？只此那情侣养育着土地，养育着土地。 一张薄薄的宣纸，承载千年的底蕴，祖辈传承着记忆，一脉经传一承袭。纸上阡陌写丹青，方寸之间有真情。愿以世间多风情。